嘿，今天玩玩具了嗎？等了2年的超魔改黄龍凱撒，但這個外形根本就不是龍了吧？本集來看看由風雷玩具出品的合機巧黃龍凱撒，登場於日版的恐龍戰隊狩獵者，或是美版的金剛戰士第1季。不過本款的授權是來自 Power Rangers 還有孩之寶，所以理論上是单純只有美版的部分啦。但是本款這種超究極魔改風格，其實就只是單純要弄個合法授权而已，到底哪裡登場的根本就不重要啦。黃龍凱撒日版的設定是有自我意識的守護獸，單體的戰力比其他守護獸來得更加的強大，可以透過武器獸咒劍來做遠端操控，但也具備駕駛艙啦，只是它鮮少使用。美版只是單純的巨大機械神哦，並沒有自我的意識，同樣是以美版的獸咒劍來操控。不過最後其他5隻機械神都升級了，只有異特龍最後隨着綠衣戰士沒有力量之後，直接海灣底下沉睡。高度方面，雖然身形看起來沒有很有分量，不過其實整體跟超合金魂版差不多高哦，大概有24公分。重量上明顯是以下半身為主，大概有這麼重。既然都講到超合金魂了，就拿出來比較一下，兩者的外形差異度非常的大呀。當然，超合金魂版是以原始設計為基礎，而本款就是放飛自我的大魔改。本來不尖的地方就改成尖的，本來已經是尖的地方就改成更尖的。連手都改得特別大哦，大到我覺得算是本款外形上改得太突兀的部分。造型上延續同系列的大獸神，以近代的極端審美來設計，縮小的頭部以及小到快看不到的血紅雙眼，確實讓氣勢上的凶狠程度加倍。不過胸前的五角屏障發生器說的那麼小，有點不習慣啊。我比較喜歡原設定的尺寸，身上的角飾還有上面的紋路，皆為造型浮雕而非單純的印刷，這點也讓外形的質感有所提升哦。另外，將武器的底座變形作為背後外形的一部分，也是相當亮眼之處。當然，更長、更誇張的尾巴，加上明顯加大尺寸的鑽頭，這個外形看起來就不好惹啊。全機塗裝黑灰色，雖然看起來是塑膠成型色，但它其實有淡淡的金屬噴塗，佔很大比例的銀色也是採用金屬噴塗哦。外形沒有節制的增色細節，也都全部是造型分件還有塗裝。但除了金色部位之外的色調都比較低啦，不過這反而增加了整體的厚重感。頭部當然是不可轉動的，唯一可動之處是可開合的嘴巴，打開之後從正面看好像在笑你啊。腰部可以轉動哦，但是受到了外形干涉，活動範圍沒有很大。肩膀裝甲的根部可以轉動，連接件上面也還有一個轉動的位置。但這裡很硬啊，不好轉，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在編輯機構的幫助下，有3段的單方向調整範圍，手臂可以轉動。不過胸甲的干涉不小哦，根部並沒有前後的可動關節，水平抬舉差不多90度。上臂可以轉動，手臂彎舉的幅度很巨大。手腕是球形關節，巨大的手肘是全可動手，但真的有點過大了啦，太像人的手啦。前裙甲是一整塊的，可以翻開；側裙甲也可以翻開。髖關節沒有做延展設計，雖然是齒輪關節，但是因為外形的干涉，大腿前抬舉的幅度不到90度，水平抬舉也大概是90度，範圍足夠啦。大腿可以轉動，膝蓋彎曲的幅度優秀，腳踝上段可以轉動，腳掌前後與接地性的表現都還不錯，前爪與腳跟的大小都可以上下調整。尾巴每一端都是外拉式的大型球形關節，但要注意第3節的拉出機構是有卡扣的哦，硬拉可能會導致零件損壞。整體的活動度還行啦，與本體的接點是單方向的齒輪關節，雖然只有單方向有點可惜，但是為了保持力可以理解。與同系列的戰鬥暴龍擺在一起，雖然原作因為始終是皮套，所以2隻大小差不多，但實際上無論是哪一個品牌產線，兩者的尺寸就是有這麼顯著的差異啦。也難怪原作裡面戰鬥暴龍通常就只有挨打的份。合體神港龍神，與其說是合體，更像是拆解再構築。背後的推進器拆掉，身體往左右拉開，中間的屏障發生器就會掉出來哦。正面的大胸甲拆掉，2個大腳掌也拆下來，脛骨裝甲也拆下來，尾巴全部收回去之後，中間段再拆開來。根部比較細的那一節前段的灰色銀件可以打開，然後將裡面圓形的接點180度翻面，最後固定點再扣回去。發生器打開，裡面有2個零件要先拿出來，裡面上方往外推，把手就可以翻出來。
外蓋蓋回去之後，底部的扣點打開，接點就可以整個翻開來。接着把把手再跟連接點連接，尾巴接在發生器上，推進器轉開成為底座，然後先接在尾巴的根部，再與發生器結合，最後大胸甲裝在正面。黃龍凱撒左右邊的身體小心先往上折，扣點就會順勢鬆脫，然後把胸部向內推，再把扣點往回折，接着兩邊身體再往下折回去，從發生器拿出來的金屬零件裝在身體內部。兩邊身體合併，注意中間胸部要盡量密合。頭部角飾掀開，從裡面把胸部左右兩邊的雕花翻出來，嘴巴往下翻到脫臼，就可以把人臉翻出來。斜放後面，左右兩邊的小雕花先拆下來，然後先反方向裝在原本左右手肩膀裝甲的接點。不過我手上這隻這邊根本裝不上去了，太鬆了。戰鬥三角龍與戰鬥劍齒虎拿出來，都先變好腿部形態。然後跟大獸神的合體方式一樣，將兩條腿給合體，然後將戰鬥猛獁象拿出來，記得先變形成手臂，中間的接點左右各往外一格，接在黃龍凱撒的背上之後，用雙關節把肩膀跟前側固定，黃龍凱撒的左右肩膀裝甲合併，接點翻開，然後裝在黃龍凱撒的胸前，黃龍凱撒的手彎舉翻轉之後，裝在斜方後面的接點上，但左右兩小塊雕花我是真心裝不上去了，乾脆裝在內側，至少不怕不見。膝蓋裝甲接點翻成另外一個，然後接在背後的炮身上。最後把黃龍凱撒的兩個大腳掌稍微做一下翻折，大腿的外蓋打開，再把腳掌接上去就完成啦。剛龍神與擅長力量戰的大獸神不同，剛龍神設定上是擅長速度戰的。雖然這個外形一點說服力都沒有，日版單純就像是上述的一樣，與大獸神只是擅長的戰鬥類型不一樣，但在美版的設定上，似乎是剛龍神的戰力高於大獸神哦。合體後的高度，因為黃龍凱撒的頭比較高，不含頭頂的角飾大概已經28公分，重量上雖然少了戰鬥翼手龍，不過不含武器依然有這麼重。直接對照原作設定的超合金魂版，兩者的風格雖然差很多，但都有好好的展現剛龍神最有特色的大腳掌膝蓋。另外，因為本款的黃龍凱撒手收並沒有收進胸甲裡的機關，還有原本大獸神背後的炮並沒有要拆掉，所以本款的背後會比起原設定來的厚重許多。外形上其實跟原設定很像的是，雖然剛龍神是擅長速度戰，比起大獸神也確實是比較纖細。但是因為巨大腳底板的視覺干擾，導致看起來一點都不靈活啊。不過本款也因為魔改化的外形，導致腳掌更加的顯眼，所以上半身看起來確實也比原設定來的更加的緊縮。頭部完全不可動，但本款有多增加一個結構，就是剛龍神的眼罩可以拿下來哦，裡面還有眼睛的刻畫，但是額頭的接點直接外露啊，所以這個設計整體意義不大。身體依然可以水平轉動，不過幅度當然不會很大。前屈關節受到胸甲的影響幅度也不大，而且因為上半身很重啊，基本上它撐不住。兩手臂的活動度理論上與大獸神一樣，畢竟結構沒有改變嘛。但是因為胸甲以及背後的手收都有妨礙，因此整體來說會是比大獸神的活動度稍低。腿部也因為大腳掌的外觀妨礙，所以雖然髖關節跟大腿的關節範圍都很足夠，但依然沒有辦法有很好的發揮哦。至於膝蓋彎曲還有小腿腳掌的活動度，皆與大獸神一樣。主武裝剛龍槍，除了外觀同樣有巨大的改變之外，原本的底座支架變成直接用分離的尾巴來代替，因此就不會像原設定尾巴的結束會憑空消失啦。但同樣如此巨大又有氣勢的大磚頭槍，說這個是速度戰，好哦。合體神獸地大獸神，美版是叫 Mega Dragon Zord， 與原始設定基本上黃龍凱撒只要整隻左右打開不一樣，本款幾乎是要大步分解啊。分解的內容跟剛龍神合體幾乎是一樣。然後這邊要提一下，說明書的名稱寫錯字嘍，下次記得要送印前要校稿一下。還有我非常建議此形態合體的時候，大獸神也要拆掉。不要以合體的形態來操作哦，會比較累。先來處理黃龍凱撒，誇張的角飾往上之後，把後段往內收，變成更誇張的角飾。把整隻黃龍凱撒左右展開，這邊建議左右翻開往上提一點，後面會比較好操作。兩邊轉軸旁邊各有一個小零件要翻開哦。接着來處理兩隻腳，
這邊靠背一下說明書裡把大腿前抬增加操作難度啊，實際上根本不用抬呀。大腿180度轉向，前後各有2個扣點要打開，然後靠着3個關節點做彎折。這邊並沒有固定的角度啦，你隨你自己喜好就好。另外小腿脛骨裝甲，我個人是會裝回去啦，不然它沒有地方可以擺。前面提到大獸神，我建議整隻拆開，主要是因為戰鬥暴龍的尾巴部分不好操作啊。首先根部有個接點要翻開它很難翻，然後紅色跟灰色的部位要分開哦，這邊真的是爆幹難解開呀。合體狀態會像說明書，已經把黃龍凱撒裝上去之後才來解開這邊，你會氣死。最後上面翻開一個小扣點，然後要記得腰部有拉開的話，一定要縮回去哦。這時候雙腳可以裝回去啦。大獸神頭部角是逆變回去，手臂肩膀記得要以最外拉的狀態，然後肩膀裝甲往下收。與戰鬥暴龍結合，先裝背後接點，左右先不要蓋上。這時候黃龍凱撒拿出來，小心翼翼地裝在大獸神的頭上，手臂左右兩邊要涵蓋到黃龍凱撒根部翻出來的小零件哦，再扣回戰鬥暴龍的身體。這時就可以把稍微往上抬的左右兩側往下壓，接着兩邊的髖部往下折，大獸神的胸甲裝回去。接着來處理背部，拿出一直沒有用到的連接件，先裝在戰鬥暴龍的尾巴根部。扣好之後要盡量跟背部接近哦。拿出金屬連接件，然後把它展開。這個連接件上面也有雕花，造型實在是不錯。接着把金屬連接件先扣在背部的連接件，再裝在戰鬥猛獁象的接點，然後左右兩邊扣在黃龍凱撒的斜後方。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黃龍凱撒的2隻手手裝上去啦。戰鬥翼手龍的翅膀要接上本款附屬的小零件，然後裝在戰鬥暴龍的尾巴上。最後，黃龍凱撒帥帥的肩膀裝甲裝在左右兩側，大腳掌裝在左右兩邊就完成啦。收地大獸神，大獸神與黃龍凱撒合體的樣貌，合體之後戰力大幅提升啊。不過原本大獸神跟鋼龍神都是以近距離作戰為主，合體後就完全變成射擊戰嘍。原作中基本上就是合體完走個2步硬吃敵人的攻擊表示瘙癢，然後再放個射擊大招把敵人給幹掉。事實上這個形態登場的次數並不多啦。合體之後高度當然也有些許的上升啦，但大獸神本來就比較矮啦，所以合體後不含誇張的角勢大概28公分，重量上所有東西都裝上去了，當然就有感啦，不含武器大概就是這麼重。當然還是直接拿出超合金魂版來比較一下。黃龍凱撒在頭上感覺更加的誇張化，配合極度銳利的外形，雖然一樣是這個不知所以然的合體邏輯，但確實是減低了原設定的笨重感哦。當然後面的翅膀也是有加分的地方啦，不過原設定將鋼龍槍拆解裝在左右兩側的設定，本款並沒有採用，反而是偏向原作皮套因為一些因素直接省略的樣式。但外形上其實我個人並沒有那麼滿意啦，或許是因為非常多年前受到這一張2創圖的影響。也加上我個人對黃龍凱撒的印象，就再說回去肩膀裝甲的手手，對照本款對於手部的變形邏輯完全不同哦，讓我感覺原本應該是特色的胸甲手手炮，變成很單薄的10點發射器背在後面。不過我不會說本款的外形不好看啦，該帥該凶的地方也都沒有少哦，單純是沒達到我個人的期盼而已。本款有新增另外一個形態，需要拆掉的地方有左右兩邊的胸甲、兩邊的側裙甲、2個大腳掌，以及一直都沒有作用的2個中型爪子。胸甲展開後跟側裙甲來連接，這邊說明書根本都沒有講到哦。然後裝在背後手手炮的肩膀外側，手手炮則是把它拉出來誇張化，大腳掌則是裝在黃龍凱撒大腿上部外側的接點上，最後中型爪子裝在原本腳掌的接點上。原創的第2形態基本上就是把原本黃龍凱撒掛在左右兩邊的腳變成輔助用的外掛手臂，這點算是不錯的想法啦，也增加了本款的可玩性哦。只是官方圖片預設可以撐起本款巨大的鋼龍槍，但實際上本款不要跌倒就已經是萬幸了。
可動性當然就是嚴重的被限縮了，這樣的頭你不要奢望它能動啊，身體也因為背後的穩定連接感幾乎完全不可動了。手臂要活動的話，黃龍凱撒兩邊要往上抬才有空間，不過因為肩膀裝甲往下包覆，整體手臂的活動度也是大幅的下降啦。唯一沒變的就是雙腳，但是也因為整體的重量直線上升，尤其是腳踝的保持力基本上無法有很好的穩定性。本款在黃龍凱撒本人的部分，各項表現都算是可圈可點。雖然外形上有一點偏瘦啊，而且有點過度像人形啦，但無論是兇悍的外形還是卓越的可動性，基本上單就本體來說，確實是值得不錯的評價哦。但剛龍神的部分就比較沒辦法啦，雖然已經採用大部分解在構築的邏輯，但原設定的框架就還是在那。除了無法動的頭部之外，最具特色的大腳掌終究還是成為可動性最大的妨礙。不過誇張的尾巴形成更誇張的鋼龍槍，但就外形來說完全是可以的。而收敵大獸神的威武英姿，在本款的重新詮釋下，依然是有很好的呈現。雖然不到我個人的期盼啦，但也那是只是帥的方向跟我期望的不一樣。另外，真正的第二形態雖然增加了可玩性，不過也因為大獸神本身兩只腳的穩定度沒有太好，在把玩的時候終究還是比較需要戰戰兢兢啊，因為這組就沒有給地台支架啊。總之，本款的說明書還有進步的空間，產品本身則是在最終大合體的時候才會有比較大的缺陷，把玩起來算是一些在細節上比較沒有那麼細膩啦，多少增加了一點心理負擔。但如果這個系列真的要出獸騎神的話，以上的缺點都不太重要了。因為就要拿來鎮宅嘛。就這樣，記得點讚、訂閱、分享，拜拜。